这场 BO7的 BP 也会让人非常的关心。贝克曼教练最近的矛头都直指对方的要害，点教今天又能不能去化解掉贝克曼教练对自己阵容当中核心选手的针对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一把的 BP。蓝色方56%胜率的深圳 DYG， 红色方是50%胜率的广州 TTG。先慢先选的是点教，一上来搬掉了海月。主要是看红色方的 TTG 放不放。盾山那第二班大概率是个鲁大了。鲁大现在基本上是班位最高的辅助位置了。刚才比赛赛前我们还在跟易安聊嘛，就鲁班大师现在不论是训练赛还是在比赛里面，这个英雄放出来风险太大了。放出来 BP 其实很难做。不过放出来了。他放出来了，他第二班是给到了袁赦，对，他搬了袁赦给了对面鲁班大师。最近袁赦拿出来就只有跟一个英雄对线比较厉害，就是 DYG 他们在最后一场 BO5，当时给千城在本赛季第一次拿出袁赦打敖影的那一把，估计是训练赛里面应该是经常会遇到，不然不可能这么针对。对，因为袁赦发育起来2个大招，龙人也摸不到袁赦，然后那个龙人就会正常被逼出大招。对。那这么拿的话，基本上就暴露自己的发育路，就要出敖影来去对抗对面的鲁班大师对手。这样的话，鲁班大师也不好开射手就是了。但是他没有选元辅，选那个沈梦溪。对，他没有选元辅去卡对面的元坦，那看看会不会出元坦吧。主要还是加强前期。出了后羿来打敖影，这也是 DYG 最近比赛里面出现的尝试。那其实 TTG 这手如果是打 BO7 的话，有很多英雄可以选择，什么赵怀真啊、鱼啊都可以选。就 DYG 这手鲁班大师前单手来看的话，就当个开端手来用了。主要他没有在前面去选择一个弹野做搭配哦。我就是蝴蝶。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个赛季 DYG 拿出来过一把后羿，那一把后羿赢了，好像也是打的敖影。对，后羿其实好打的射手不多，但是龙人山是一个打敖影的一个经典对位，算是很经典了。但是这把 TTG 他们在3楼的位置，这手庄周就是留给了对方的这个鲁班大师加后羿的双开团。由于你 DYG 前面3楼没选弹野，后续 TTG 就直接搬3个弹野就行了。就搬鲁班大师的搭子，像杨戬、袁坦这种。袁坦搬掉了，杨戬。DYG 第3班是处理掉了关羽，是为后羿和安琪拉做一个打团的环境。看最后一班。凯 ，DYG 搬凯了 ，TTG 这边，根据巅峰对决情况来看的话，还有个大司命，大司命也处理掉。大司命元坦是现在在巅峰对决里面基本上都是拿出来和鲁班大师和盾山搭配的打野位。不过 DYG 这阵容选的吧，他有点是就 C 位没位移，他其实鲁班大师不像是个冲阵的阵容。他是要给链子的。对，他应该是个链子的大师。抢狂铁 ，DYG 第5班给到了司空震，有可能去拿一手夏洛特。而且夏洛特对线到狂铁也能打。TTG 在上一场 BO7 也是一样的，狂铁拿完了之后啊，就一直把他送上班位，就没有再给到坦然。然后今天的话，这第一把也是一样，小乐的狂铁和达摩是他在本赛季撞次最多的边路英雄了。夏洛特曹操应该是选一个觉得好用一点。选了个夏洛特。夏洛特对抗会强一点，曹操太迟发育了。再搭一手橘右京，那这样的话，鲁班大师前面应该就是跟橘右京打野区，前中期河道肯定是 DYG 的了。对，就有事没事站住视野之后去拖一路野怪，立马给链子拉开。对他这个阵容的中野辅的强度非常高的，基本上开到一套回来，如果没有庄周的话就能够秒了。对，只要 TTG 这边只要是河道，如果是一个人踩视野，包括连探草都可能会被直接秒掉。阿古朵，那这样的话 TTG 前期非常强势啊。无论是中路还是对抗路这边都有线权，敖影那边反正是自己玩，庄周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打一个对线。但 DYG 这个阵容的话，他似乎也是前期只要帮夏洛特过渡好了之后，夏洛特这条线他其实也不用太多的去关注了。对，前面资源应该是帮小乐去控，然后千城抗压第一波，然后后面小乐资源能自己玩了，然后应该就是去中路找机会一直打中轴，打中路对抗，中路对抗后羿能射大，然后中路安琪拉跟橘子又能站在中草，然后大师又能在河道挂了。但是岛子哥刚刚的意思是 ，TTG 这边他的中线权的强度是很高的。就 DYG 这把其实也得多靠中，他如果中线权一直被 TTG 抢到的话，其实后羿的压力会非常大。而 DYG 这边我觉得唯一前期要做好的就是他能不能在敖影4级之前，让橘右京、鲁班大师配合后羿去越敖影一波。一旦敖影4级之后，他就可以一个人玩了。这是前期 DYG 这边能出的一个小节奏了。对，但其实也就能出这一波节奏，因为正常
应该对抗不到。然后 DYG 这边应该是必须要打中轴的这种选出来，是必须要在中轴去对抗的。他不能让 TTG 这个阵容阿古朵加沈梦溪加庄周在中路清的太舒服了。因为大概率等到沈梦溪和庄周4级之后 ，TTG 应该会进到 DYG 的野区，给点压力，应该会打狂铁那个半途，就是带着狂铁一起往上半途打。对，因为狂铁是他们的优势线嘛。然后这时候你一旦下路什么2个人、3个人在发育路那边漏视野，你蓝区可能就要沦陷了。而且下路一个敖影你也不好越，有个大招。这样的话，那似乎 DYG 如果真的要在前期帮夏特过渡完，然后开始往中下半途打的话，那能做的就是换节奏了。对吧？我比你敖影大嘛，但是你敖影交了大招之后，你下路只要守不住，我跟你换一波节奏，那对于两边来说都是能接受的。主要确实这个庄周选的太好了，不仅能解鲁班大师的大招，如果你后羿心中的话，他挡在第一个被动能解；如果你射到他的队友大招也能解，相当于化解了第一波的开团。这时候这把庄周确实康特了很多英雄。站在游走位的视角，就看这个庄周，这个庄周的位置就很关键了。红四方的3楼，一是红四方3楼，二在局内的话，他一定要把中路的位置给他拦截好了，因为后羿你都从下路往中上射呗。对吧？你的角度无非就是那从下往上射的那45度角。对。不过这把其实 DYG 这边是没有进攻压力的，因为后期的话夏洛特几乎是个无解的局。这把夏洛特其实只要是发育的好，打到后期很无解。所以这把前期 TTG 像北岛说的那种节奏，如果往上打，小乐该放的时候得放。对你不放你得死啊！因为你看这2把，这两边他其实开局第一把都是两边射手基本上都自己玩的射手。一个是后羿，一个是龙人，基本上都自己玩的。然后对抗主要是在中路，还有对抗路。对，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这场 BOG 的第一局的较量。蓝色方是 DYG， 红色方广州 TTG。我叫瓶子，我是解说一安。大家好，我是北岛。比赛开始。来开局，两边的视野全都是被 DYG 给占住的。落空这边是看了一下对面野区的一个动向，2个草丛探了没人，知道阿古朵拦开了，再去帮对抗路抢下线。那一样的，韩也知道了 DYG 橘子是红开的，两边都是从下往上刷。小雪可以先清完线，直接动这个红隼。上路的赤甲的话，应该是 DYG 可以先拿。TTG 这边的打法其实很明显了，就是帮小雪的。可以看到庄周一上来就是往下半途靠，然后帮龙拿到了下路的红隼的。对，其实狂铁这英雄选出来是要压着对面边路的，正常来说是要帮狂铁去拿前期资源，然后让狂铁去做压制，然后再去帮士但是 TTG 这边就是帮小雪，就把资源给小雪。就逻辑上来讲，你应该是帮狂铁 U3组野怪。对，大概率嘛，也是看队伍的。阿古朵这边从下往上刷，空间之灵的话 ，TTG 大概率也能拿到，这没办法，前面 TTG 就是有线权的。中上半途的绝对优势，加上庄周一级是跟着发育路，导致他们3线直接优。那站在 DYG 的角度是肯定是希望下路造一个1打1的环境，对，后羿打鸟影，拍一下，有点危险哦，这个血量，血包还被打断了。这波沈梦溪也能上来，压力有点大，而且再拍。弹起来跟过来，闪现接2技能接1，3人防御塔的伤害刚好击杀掉罗波，但这波小乐也被阿古朵被加星给拿到了1血，双方对抗路打了波1换1之后，而项羽最终也没能走掉，被赶来的赫兹拿下，在传中，线也能吃到。哇，这一波 TTG 很果断，前面打残了一波夏洛特之后，还打断了你血包的回复。敖影来了，小雪双龙魂刚好4血的后羿走不了了，交闪现也得倒。一上来 TTG 的进攻压力给的很足啊，手感很火热。就前面说到，首先 TTG 这边是从下往上刷，给到了狂铁这边抢4级线的一个优势，并且能够打残你的夏洛特的一个血量。项羽这边其实也极限了，他闪现2技能，换了一个。对，这波如果没换掉的话，可能就白亏。两边中路嘛都挺尽力的第一波前期的节奏。对，其实说实话，前期正常不会爆发这样的人头的，但是主要是第一波夏洛特血线被低太多了，就不得不过去帮他一下。对，就是正常来说是会放一个兵，放个经验的，但是第一波太明显掉血掉的有点多。而且其实，在镜头的前面，导播老师给到了这波沈梦溪是打残了安琪拉的状态。是。刚刚下路是换了一波辅助大招。然后赫茨的这个沈梦溪啊，上路靠了一波，然后紧接着到中路又上去给一个2技能控了一下千城，然后让小雪的敖影跟过来。
补了波伤害，造成个击杀，而且小雪这波还没交闪，配合很好。就这个时候 ，DYG 这边落空得动起来了。只要千泽这边不会被卡线的话，得去帮橘子和安琪拉去打中路河上对抗。这波切完后期应该会要去抢一下中右河道。对。尤其是在庄周边线露头的过程当中，是落空鲁班大师动手的机会。就如果韩这边能够把落空牵制在发育度的话 ，TDG 是很乐意的，这样他上半图的3个人是稳能拿 U 的。一个2技能。易安刚的意思就是你后羿在下路，你该放你就放。他只要不被卡线，只要不是玩不了的话，你要去找团队里面比较好出节奏的，不能这样一直去。就鲁大前面还得跟着橘子。对，因为鲁班大师4级之后开节奏能力很强。你得把这英雄的优势发挥出来。对，因为这把 DYG 这边的中野太强了。DYG 这边只要河道是先占视野的话，基本上对面是黑的。对 ，DYG 这边速度很快啊，3秒钟把这个暴君给刷掉了。安琪拉加橘右京。就 TDD 嘉欣想过来看一眼的时候，龙已经没了。就觉得对面不会抓这么快，想过来看一眼，发现龙已经没了。一剑没中。鲁班大师拽，然后逼大换大。上路也打起来，3打1，又是过来抓小乐。那 TDG 前期想要起到的节奏已经都出来了，压制夏洛特的效果2次了。其实看到上路如果有3个人的话，小乐这波防御塔最好直接放了，因为 DYG 他们大部分兵力是在中路的。那这波上一塔其实有点危险。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就是 DYG 这个阵容，上路小乐他在前期不能崩，对他不能出事儿。因为这把主要其实养的就是小乐，因为夏洛特到后期就是真正的大河，后羿其实到后期不算是个河，他就开团手嘛。对，在卡河道位置，不让你回来，后羿一剑命中到了狂铁，但是跟不上，人可以跟。看起来交大招，阿古德也交大招了。前面其实也看到落空的几波大招出手，但是每次都被韩的大招化解掉了，就是为了省敖影这个大招，因为庄周大招 CD 肯定是比敖影大招要快的。对，其实这把的话 ，TDG 做的好的就是他中路其实人不多，他就是防派的，他就中路挂个视野，觉得你人知道在哪里，然后他就一直压夏洛特，就导致 DYG 每次想在中路起节奏的时候 ，TDG 都不跟他打。但上半图的话 ，TDG 永远是人多的那一方。对，这把的预测有22个人看好了广州 TDG， 只有10人看好了深圳 DYG。上路小轩带了波步兵线过去，把 TDG 的上1塔给拔了。现在 DYG 其实尽可能的还是要去避战。要拖双边的一个发育 ，TDG 已经开始往野区进了，给视野。这个红应该是能保下来的。没有深打，因为狂铁这波是不在的，他们如果要硬打的话，那就是个4打5。对。但是优势还是在 TDG 的，因为他是给 DYG 做选择。鲁班大师给大招，阿古德回头给个球就砸了一波，什么差一下，差一点点把小轩给秒了。那这波有机会进蓝啊！小轩闪现跟输出，双龙魂打残了后羿。这波相当于庄周一个大解了后羿的大加鲁班大师的大，然后后续嘉欣的一个大招砸了3个人，直接打残了2个，蓝 buff 直接反掉。他这个3分球的质量有点高啊，在中路的位置。其实后续后羿的控制和鲁班大师的控制最好不要重叠放，尽可能看第一波能不能去骗庄周大招，然后第2波再开一波。对，那当然是最完美的，但其实对逆风来说其实挺苛刻的这种环境。如果顺风的话，2个控制不重叠是挺简单的。就是一剑命中敖影。这个时候其实落空就要找机会了，因为现在庄周大招 CD 了。对他已经1大换1大了，鲁班大师过来给链子拽，敖影交大招，但自己就吃起火扛不住了，落空被秒掉，嘉欣拿到这个头。小雪还有个大招，很难，这就是敖影加庄周双大，很难。然后沈梦欣你还不好开，对他直接交闪了。这波其实落空已经在找机会了。但他其实最好的是开那个狂铁，其实狂铁是能 run 的，因为他这边 run 前面的英雄特别多，橘右京、安琪拉，就是你要知道他龙人是有大招的，你开他肯定会交大招的，所以只能去找那个狂铁的机会。抢断一套，得直接走了。安琪拉2-1大，韩交了救赎。再进野区，让阿古朵上去补消耗，大招砸一下，然后点位走掉。嘉欣知道自己有大招，然后庄周有救赎和治疗，所以打得很凶。夏洛特过来，一个闪现冲过去，直接击杀掉了残血的夏洛特。2技能过去在堵位置，但是被狂铁给拦截了，所以追不上这个残血的中辅。橘右京对一波草，被动接2，但是安琪拉的2技能并没有能够命中。哇，这波 DYG 的反打很成功啊！ TDG 为了去反这个红，导致自己的站位都在这个红 buff 的坑里面。
直接被集火了。小乐的出手很果断，对，直接绕后来了一波。掉条暴君 ，DYG 也可以拿下。主要是刚刚 TDG 在进那波红区的时候，阿古德的状态不好，对他就是硬顶着对方的第一波集火去扛的。这波前置应该是对，这波前置是那个阿古德被逼的很多技能状态，然后后面对，然后后面估计是位置没卡好，不然应该不会出事。就 TDG 还是得打出前面那种庄周第一波大起控，然后熬赢第二个大招再去凶的那种状态。这就是打完比赛最显眼的复盘的那个一波团了地方了是吧？对对对，一剑中了狂铁，庄周距离有点远，看这波激活能不能 run 掉，萝卜没扛住，哎呀，庄周不在啊，那波呀，就是 run 狂铁，因为把狂铁 run 了确实好打，就是你有苍穹你都得死，对 run 好，他们这个阵容 run 前排就是选择就是 run 前排的，还反了蓝 buff， 这样的话两波 DYG 是把落后的经济全部都追上来了。DYG 突然通透了，对，就那波红区的反打开始。而且小乐这几波其实经济直接反超了。哎，我估计是那波千城后羿的大招逼的庄周的大之后，然后落空中路那波不是开敖影加上沈梦溪吗？看完之后他们应该及时做交流改变思路了，想明白了，就觉得不行。敖影有大招，庄周有大招，开双 C 还是太难开了。是。但你要是让萝卜再补一件装备出来，可能就秒不掉了。而且刚刚也是庄周不在，一剑逼出了庄周的大招。那龙团的话 ，DYG 是要接的，而且上路的线是先被小乐给带过去了，要被包。这波小乐位置很好，上线也是很好。做好了位置，身上的被动也还不错，3层被动在手。这波 DYG 的位置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落空被打开的状态。安琪拉大招去挤人了，技能交的有点多，那 TDG 可以把龙再次给摸起来。小雪技能交了，哎，小雪跟萝卜两个人先打了一波小乐，橘右京没一了，后面再一剑没中，再把龙头拉过来，是正面橘右京没办法，直接被秒掉了，自己状态太惨，狂铁这波拦过去之后，把安琪拉的闪现也逼了出来，然后嘉兴的夏洛特在后卫被小乐的。嘉兴的阿古朵被小乐的夏洛特给处理掉了，然后自己的话肯定是要死的，被R2给处理。小乐这波真的打得很好，尽力了。他在镜头之外，他不在我们的镜头之内。我们可以给大家复盘一下，刚刚那一波在蓝区，他一个人去拉扯了萝卜和小雪两个人过去打他的，他一个苍穹，在没苍穹的情况之下，在自家橘右京阵亡的时候，他过去把嘉兴给拿下了。这波项羽的盾符213直接带走了韩的庄周，然后自己还残血逃跑了。其实前面第一波 TDG 拉扯做的已经很成功了，他就是把龙控制一个在比较健康的血量，逼小轩过来抢。小轩下来的一瞬间，立马阿古朵丢大招。来看一下这波，这波是用残血龙来诱惑，逼着小轩下来硬抢，然后把龙拉脱。但是看夏洛特这波进场了，闪现调位，再拖一会儿时间。然后小乐自己是走不了了，但在后续是安琪拉蹲到了。落空这边给了视野，一开始没动手，他是等庄周的那个被动消失，是又解不了控，细节，一剑中沈梦溪，旁边有个庄周，明显能看出来，在10分钟之后 ，DYG 找回了自己这种打团的手感。对，而且 DYG 这边双边发育起来了，小乐被激活，被打残了，但可以用野怪回个血。要等小乐这边用野怪把血给回上来，才能去打第二波。其实 DYG 这把打团还是非常吃夏洛特的。但小乐除了在前面发育期的2波阵亡，他后面的团战发挥是十分出彩的。对，该出手的还是出手。自己家红区一波，然后在10分钟龙团的这一波，本身是自己家打野阵亡了嘛，然后他过去，虽然说自己也倒了，不过他也把阿古多给杀了。刚刚给了一剑没中，但河道视野还是 DYG 的，得等一下落空这边补完状态过来。现在压力真是给到 TDG 这边的小雪和嘉兴的。不过好在赫兹沈梦溪经济很高，就消耗的伤害还是很痛的。看这波蓝区 ，TDG 要不要过来守一下？但上路已经漏2个人了，蓝区的视野已经全部被 DYG 给占住了。对，看一下小轩的动作，是想过来包打架的，一个惩包下来。
那要等下条暗影暴君了，目前应该打不起来的。小乐的这个心率是给一剑，要逼庄周大招，但鲁班大师这波也把大给交了，这波又是双大重叠，然后2个大招用庄周1个大招给化解了。TDG 是能接受的。对，但其实现在团战的画面就是 DYG 这边6-4开，因为你。他是主动方，对你射了一箭，你那个鱼就算交了大招，你免控那几秒，你也没有人能冲上来去切 DYG 这边的 C。就你有防守的能力，但你没有反击的能力，没有反打的空间。我们平常说的防守反击，你是有前者没后者的。对。再一剑。然后就是 TDG 这边，他其实对这个夏洛特在龙团阶段不是很好盯他。他这个阵容没什么人可以给身后卫盯夏洛特的，狂铁有点盯不住，他狂铁得站前点啊。对，感觉这会儿洛特经济应该是拖起来，应该是先带了好几波。庄周他的位置离双 C 也不能太远，就万一双 C 被中箭的话，还得给大招。对，所以团战还是得看 TDG 他们的双 C 表现了。先把人挤走。看一下小乐，已经在利用这个赤甲叠被动了。发现了，项羽消耗一波，但被打了个3火，自己闪现交出来。那这样龙的话 ，TDG 可以先摸，小轩想抢，对，没什么状态，然后抢到了，一刀2技能把龙抢到1个大招回了一口，但自己扛不住了，熬印过去跟2发普攻，直接拿下了橘右金将鲁班大师，按起来给一波大招，上来看够不够，没有摸到，狂铁这个位置粘住了后羿，回头反点，有红的，对，熬印一剑，但是一剑跟上去，最终收掉了狂铁，但是只剩下千城的一个后羿了，然后紧接着 TDG 的身后卫的所有人跟过来，一波团灭了深圳 DYG。虽然说这波龙是被 DYG 抢到，但是后续 TDG 的激活打得很好。TDG 的人啊，他们的团战的目标很简单，罗邦你到前面去，你能够扛到死你就扛到死，但是身后的人要把切到 TDG 身后的人全部给处理掉。而且他们前置是打残了项羽的安琪拉，而且逼出了他闪现的，直到关键技能没有。其实发现团战里面很多时候这个小轩其实没太大作用，因为很多打野的通病就是打龙团就是看到那个龙，他把技能只要给龙了，他就废了。就没技能去打团战输出了。就你刚刚那波龙团，你能够明显感觉得到，就是落空和小轩龙打完直接没了，人没了以后 ，DYG 横竖都是少打多啊。对，小轩直接被秒，加上他其实经济很高，然后小乐那边其实卡了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跟罗伯是相当于去拆互相的那个团战阵型的。对，小乐去拆 TDG 这边后排，然后罗伯去拆 DYG 这边后排，但是就是嘉欣其实发力了，但是小轩技能交给龙有点伤了。是的，然后罗波那个位置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被项羽的安琪拉回头的技能给打到。对，主要小轩全场1号位啊，相当于 DYG 这边的。12000经济的橘右京，然后龙打完人直接没了。对，很伤。看一下这波主宰的利用率，应该是有机会能破3高的。直接等龙兵进来的时候，让阿古朵丢个1卡一下就行。而且嘉欣的这把出装也很稳啊，是不降加魔女，浓缩拉满。上路的高地 ，DYG 守不住 ，TDG 带着兵线，最后的一个高地拔掉。幸好链子点回来了。是的，点链子回来。夏洛特这个位置还想找机会进场，鲁班大师被打残了，熬印接个水龙魂上去没有能够打掉，但自己交大招上天。庄周有复活，继续打，复活站起来，还是最后的一丝血，安琪拉的1的火球中没有命中，庄周残血逃生。哇，韩的这个复活出的还是早啊。他这波没出复活的话，应该是要直接掉，然后可能被 DYG 把视野给挤出来。这复活蛮关键的，感觉这个时候应该是藏的，有可能是藏的。来看一下前面这一波，夏洛特在这个地方已经尽力在打了，然后 TDG 这边我们看一下，狂铁一个人过去，在这个地方堵着双 C， 然后此时的小乐他是孤军奋战，一个人面对着广州 TDG 的4个人，就两边的对抗路都在去顶着对方后排的输出去卡人，看谁撑得久。但后续只剩下千城1个后羿，挡不住 TDG 4个人的激活。明显龙抢完了之后，作战能力已经不是一个级别了。即便是你是有龙 buff 加持的一方，但是你没有人数优势。就那瞬间已经蒸发掉了一个。蒸发了2个，对吧？辅助也没了，直接少输出了。可以再断一波远端线，然后准备这波暗影暴君团。但就像刚刚一安说的那句话嘛，就是你
在龙团的时候要想清楚，对方对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因为现在进到季后赛，队伍玩的都很细节。你只要是有个技能的真空期，都会抓这种机会。而且 TDG 刚刚那一波龙，而且我觉得 TDG 这一局比赛已经有2波龙团是这个逻辑了，就是你骗你过来打龙。那一波小轩过去抢那个，然后被 TDG 把龙拉脱嘛，也是一样的。前面的那波小龙，就把龙卡在一个你惩击抢不了的状态，对，你下来，你一下来我就立马打你的人。TDG 的目标一直都是小轩这个人，对吧？而小轩的目标一直都是龙，这最终大家这个其实打野通病了，很多打野都是喜欢抢龙然后去打的，但是要想明白。你交了技能，对面肯定会抓你技能真空期的。TDG 4个人卡红区，特别是橘子这种英雄，他就是2单1技能很关键，只要没2单1，对面就直接闪现过来干的。对，还等一下，要把这个时间利用到最长，多卡了5秒钟，趁着这个时间可以让敖影去拿红再过来。罗波现在这个装备啊，最后一件补了个暗影战斧。而且 TDG 把线送进去的时候，哪怕狂铁吃到全部集火 ，TDG 或许是能够接的。安琪拉没大了，一剑也没中，往前得把线送进去，让阿古佐上去先点前排的消耗，有点顶不住。是的，但这波橘右京过来，把自己技能群全部打完了，兵线还没清掉，还剩一个残血的小兵在后头，最终兵线被清完，但还是4线的水晶被 TDG 给点掉，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这一局比赛 TDG 打得太聪明了，感觉他们状态是很好，他们知道